最近 Codex 桌面端的能力是越来越全面了，比 Cloud Code 额度更高，功能更全，上手还更快。关键是免费账户也能用，而且不会出现限速、分号、降质等问题。最关键的是，不用写一行代码，纯聊天就能帮你从零搭建项目。本期视频不聊 CLI 命令行，就讲 Codex 桌面端。我会用一个完整的案例，从零开始带大家一步一步熟悉 Codex 桌面端的全部流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每个章节里面我都会穿插一些重要的知识，对 Codex 的全部能力进行细致的讲解。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如果大家还不知道 Codex 怎么安装的，可以看看我的这期视频。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先打开 Codex 的桌面端。大家可以看到 Codex 的桌面端采用很经典的布局，左边是任务栏，然后中间是对话窗口，右面的话是多功能区。先来介绍一下 Codex 的基本操作。我在电脑上新建了2个文件夹，我们现在把这2个文件夹导入到 Codex 当中。点击左侧的项目，使用现有的文件夹，先导入这个项目文件夹导入进来之后，点击中间的进入项目工作，点击这个项目名。在对话框中，我们告它用 Python 开发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在左侧项目列表就会展示它正在运行的任务。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侧的开启新的对话，从对话栏的下面也可以添加新的项目，点击添加新的项目，使用现有的文件夹，选中我们新建的文件夹，点击打开。在聊天当中，我们告诉他做一个 HTML 单页面的旅游攻略的网页。在2个项目在并行运行的期间，我们还可以开启新的对话，比如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右面点击这个小按钮，点击开启新的对话。在这块我们可以输入什么是 Next.js 框架，点击发送。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3个任务在并行执行，有2个任务在执行期间，有1个任务是在待审批的，我们点进去。进来之后，它告诉我们是否允许删除刚才验证时生成的 Python 缓存目录，我们选择是。这个时候它就开始继续执行了。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列表页当中有2个对话任务是属于第1个项目的，有1个对话任务是属于第2个项目的。我们等待一会儿，看到左侧的3个对话任务都不再撞圈之后，就证明执行完成了。Codex 的任务列表非常的简洁美观，可以并行的运行多个任务，也可以在每个任务之间相互切换。我们再来看一下左侧任务列表的其他功能。新对话就是开启一个新的对话，我们可以在里面和他闲聊，可以导入新的项目，也可以不使用任何项目，可以添加项目的时候新建空白的项目，也可以使用现有的文件夹。而搜索按钮是搜索你对话的聊天历史记录。最新版的 Codex 的桌面端是可以搜索对话里头的聊天内容的。如果我们不需要某一个对话了，可以选中这个对话，点击最右侧的归档对话，点击确认。这个对话就在左侧的任务列表消失了。我们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设置，点击设置，在左侧列表页找到已归档的对话，就可以找到你刚才归档的对话。我们可以点击取消归档，就可以看到刚才已归档的对话又回来了。左侧还有3个按钮，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再讲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的对话页面。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小手，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到有3个选项。这是 Codex 的权限控制，默认 Codex 都是在沙箱内完成操作的。Codex 的沙箱是整个权限运行的基地。Codex 会把当前项目文件夹作为一个沙盒来进行管理。在默认情况下， Codex 可以修改这个沙箱内的所有的文件，它不会跑来一个一个的问你。Codex 的沙箱还有2个默认的限制，第一个就是不能访问沙箱外的任何文件，第2个就是 Codex 的沙箱是禁止联网的。这2个限制是 Codex 通过操作系统的底层来实现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实现方式不一样。而 Codex 的沙箱功能就是前段时间爆火的 Hanias Engineering 工程的一个应用实践。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Harness Engineering 的话，可以看我往期的这个视频。如果 Codex 需要访问沙箱外的文件，或者是需要沙箱联网的话，可以向用户申请权限，也叫提权操作。在默认情况下 Codex 的提权操作是需要人工审核的，但是 Codex 也提供了第二档的操作，叫做自动审查。当我们开启自动审查之后， Codex 会对自动提权操作进行安全审查。如果确认是低风险的操作，它会自行执行；如果确认是高风险的操作，它会触发人工审查。所以自动审查也是我最推荐的使用的模式。Codex 还有第三档叫做完全审查。当开启这个权限之后， Codex 将没有任何的限制，可以访问你电脑上的任何权限。不过我们在点击开启它的时候，出现了很醒目的安全提醒，提醒我们谨慎操作。在权限控制的左侧的加号当中，我们可以添加文件、上传照片，还可以开启计划模式和追求目标。插件列表当中 Codex 默认带了 Office 的3大件，还有浏览器这4个插件。在聊天窗口的右面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我们选择最新的模型，也可以根据你任务的复杂度，我们开启模型的智能程度。在右侧还有一个小话筒的图标，我们可以从打字变成语音输入。在左下角的设置当中，我们还可以查看套餐的剩余用量。当套餐的剩余用量为0的时候， Codex 就不能使用了。当时间到了之后，额度会重置为100%。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旅游攻略设置页面当中，在下方点击打开方式，选择 Codex 内置浏览器，打开我们刚才开发的那个软件，也可以复制这个网址在浏览器当中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为我们配了一些图片，都是从网上找的一些免费图片。还发现2个不太合理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吃什么的图片不够美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3日攻略做的相对有点粗糙。我们用 Codex 让它对于这2点进行一下优化。我们选中这个项目，点击右侧开启新的对话。在对话窗口当中，我们告诉他3日路线攻略做得太粗糙了，增加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在哪家店吃什么，游玩景点的时候游览路线。点击发送。我们选中这个项目，再次新开一个聊天窗口，告诉他这里配置的图片不够惊艳，图片要调用 AI 内置的绘图模型生成。点击发送。等它修改完成之后，我们再打开这个页面，发现它已经帮我们改好了，并且上面的3日路线也帮我们都具体优化好了。在 Codex 的聊天窗口当中还有一个计划模式，我们开启计划模式之后， Codex 就不会直接帮我们干活，它会先出一份计划，然后让我们确认无误之后，它才会帮我们干活。比如我让它把这个项目改造成 Next.js 框架，在计划模式当中，它会用这种卡片的形式来询问我们是否要继续。它询问我们要用哪种深度改造，我们选第一种。在它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打开刚才帮我们开发的贪吃蛇小游戏，它提示我们没有安装 Pygame 环境，需要我们自己手动来安装。在这个时候，我再介绍一个 Codex 的命令行功能，在右上角点击这个按钮，就相当于在 Codex 内部打开了一个命令行终端。把这行命令复制下来，粘贴过来，点击回车运行，再把小游戏的这个文件点击运行。这时贪吃蛇的小游戏就打开了，我们按 R 重新开始，可以愉快的玩耍。我们再回到项目改造的这个聊天窗口当中，发现它已经帮我们把计划生成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计划没有问题，所以我选择是实施计划。我们再回到小游戏当中，我告诉他贪吃蛇的身体做得不够美观，优化一下。在他思考当中，我发现这句提示词给的不太完美，所以我想重新优化一下，告诉他身体做得不够完美，最好能借鉴龙的外观，发送给他。按了回车之后，发现他还在基于上次的聊天在给我回答，
这时我想基于这个问题让它来回答的话，怎么插队呢？点击这个引导，这个引导功能就是 Codex 的纠偏机制。等它优化完了之后，我们再打开这个小游戏，发现它的外观已经帮我们优化了。再次回到旅游项目改造的对话窗口，我们发现项目已经帮我们改造成功了，并且也验证通过了，服务也帮我们启动了，地址为这个，服务也在右侧的浏览器当中打开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展开面板，查看一下项目的完整状态，发现项目迁移的非常成功，页面上所有的元素都帮我们保留了，非常的不错。假如我们对哪个地方不满意，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注释，然后选中不满意的地方，添加评论。我告诉他说，这里应该为每一个内容都配一张图片，点击发送。我们把这个浏览器窗口最小化，在聊天当中它会显示到相应的处理内容，这个时候它已经提示帮我们处理成功了。我们再在右侧的页面当中看一下，虽然图片已经帮我们添加成功了，但是它现在用的全是同一张图片。我们再进行一下批注，告诉它根据内容配置不同的图片，点击发送。它回复我们说明白了，它会为每个内容配置不同的图片。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发现它已经帮我们修改成功了。这样就实现了通过内置的浏览器并且加入注释的方式更改我们不满意的地方。Codex 不是传统的代码编辑器，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加号，点击文件，就可以打开这个项目里头的相应的文件。但是在这里头我们发现无法编辑代码，只能对某行代码来进行添加批注。这时我们可以介入第三方的 IDE 代码编辑器来实现修改代码的功能。在进行代码管理之前，我们先把项目初始化为一个 Git 工程。我们把鼠标放到左侧的任务栏上，点击右侧的新开一个对话窗口，输入这句话，把项目初始化为一个 Git 工程，注意排除掉不需要的文件，点击发送。Codex 帮我们新建了一个 Git Ignore 文件夹，把一些不需要的源码、配置等图片都放到了这个文件夹当中，并且把一些不需要的文件都排除出去了。当项目被初始化为 Git 仓库之后，右上角多了很多的按钮，我们可以点开它，它会把你电脑上安装的第三方 IDE 编辑器都给带过来。我选择 Cursor 打开，当通过 Cursor 打开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头对它进行编辑了。我们也可以在设置当中更改默认打开文件的编辑器，我们也可以要求 AI 把代码提交到 GitHub 上。Codex 提示我们说，本地提交已经做好了，但是卡在了推送 GitHub 这一步。它提示我们说，我们没有关联远程的 GitHub 仓库。我们打开 GitHub 网站，点击这块的 New， 新建一个项目，名称就叫 Time Traveler。下面什么都不需要动，点击创建，复制仓库地址，把仓库地址告诉 Codex， 他回复我们说收到了，开始推送。在提交 GitHub 仓库的时候，一直卡在了授权窗口，是因为本身 Codex 就是在沙箱操作当中进行的，它没有修改点 Git 文件夹的权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窗口当中告诉他，我已经在终端手动添加了 Remote，请不要修改 config， 继续执行后面的任务，然后直接点击引导。这时它就提示我们已经修改成功了。我们选中这个链接，点击鼠标右键，在 Codex 当中打开。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代码已经提交上来了，可以以对话的形式进行一切 GitHub 操作。由于 Git 的操作都属于编程的基础知识，这期视频我就不展开说了。接下来我再讲两个 Codex 使用 Git 的进阶技巧。第一个是代码的回滚。我们新开一个对话窗口，在右侧打开浏览器，打开我们开发的旅游攻略项目，点击放大窗口，点击增加批注。我想在这块加一个具体入住时间，点击发送。Codex 为我们添加了具体的入住时间。当 Codex 帮我们进行了代码更改之后，我们要把这段代码进行保存。先把浏览器窗口进行缩小，然后点击这块有两个小横杠，这块有个提交或推送，点击它。
输入一个这次更改的内容描述，点击提交，这样最新的代码就以 Git 的方式被保存到了 GitHub 远程仓库当中。提交完成之后，我们通过第三方编辑器把代码打开，点击上方的 Cursor， 在右上角点击分支选项，点击刚才我们提交的内容，左面就会显示出来我们刚才提交的哪些内容进行了变更。提交完之后，我们再打开 Codex， 再把这块增加一个注解，让它在这块加一个图标。修改完成之后，我们刷新一下页面，发现这块它确实是给我们加了一个轻文字的图标，但是有点不太好看，所以我想把这段代码进行一个回滚。首先我们先把对话进行回滚，找到上一次加时间的这个绘画，在这块有个分叉，我们点击分叉，然后点击派生到本地，它就会新开一个聊天窗口，并且发现这个聊天窗口是从刚才我们的分叉功能那块分下来的，下面的聊天历史内容就都被删除掉了。不过 Codex 的分叉功能只能回滚对话历史，没办法回滚我们的代码。这时我们需要打开 Cursor 编辑器，点击右上角的 Cursor， 打开之后点击这块的分支，发现这块有2个提交过的内容，我们选中这个添加到店时间的分支，点击右键，点击复制提交的 ID， 回到 Codex 的聊天窗口，在绘画中输入回滚到这个 ID， 点击发送。当 Codex 的对话窗口当中提示你已经回滚到这个分支之后，我们再打开 Cursor， 发现我们最后一次加图标的代码的提交已经没有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功能，叫做 Git Worktree。听起来名字高大上，实际上就是通过 Git 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支，然后把代码复制了一份到新的分支上，在新的分支更改代码，对主分支来说互不影响。我们把鼠标移动到项目上，点击右键，选择创建永久工作数，起一个后缀，点击创建。我们再创建一个分支，点击创建工作数，重新加个后缀，点击创建。这时我们就建了2个分支。我想让这2个文件夹，一个用来优化吃什么这块的内容，一个用来优化这块的预算参考。我们在这个吃的分支上点击新开一个绘画，在聊天窗口当中，我们告诉他帮我们优化下吃的内容，增加点食物的选择，点击发送。然后再在 Money 的这个分支上点击开启一个新的对话，把这个内容发送给他。由于这2个分支是在不同的文件夹下，所以它们的内容之间互不干扰，2个分支就会同步并行操作。当内容更改完成之后，我们看一下效果，这是它帮我们细化完的预算，用表格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再来看一下吃的内容，吃的内容也增加了，并且这2个分支分别改动的内容互不影响。吃的这个分支下面预算参考还是原来的，没有改动，而预算参考的这个分支里头，上面吃的内容也没有改动过。接下来我们再把这2个分支分别合并到主干上，在2个分支的对话窗口当中告诉它合并到主干。在合并的过程当中，它提示我们是否要把刚才的改动合并到主干上。我们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点击是。当分支合并完成之后，我们刷新一下页面，发现这块的内容和下面的内容都已经更改完成了。这2个分支的内容我们已经合并到主干上了，所以不需要了，我们就可以删除掉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Codex 的云端运行环境。在使用 Codex 的云端运行环境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本地的代码已经全部都提交到了远程的 GitHub 仓库，然后再点击新对话，在中间对话窗这块点击小箭头，点击关联 Codex 的 Web， 进来之后点击右上角前往 Cloud， 在这块选中我们的对应的项目，点击在 GitHub 上配置代码仓库，进来之后选择你要修改的项目，点击保存。保存完之后，我们再回到 Codex 的云端页面，点击刷新。刷新完成之后，选择刚才添加的代码仓库，在这块就可以输入我们的需求了。比如我想把这个景点标注为最推荐的景点，
在对话框中输入把蓝山竹林景点标注为最推荐的景点，点击发送，它就会创建一个工作环境。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它会先帮我们设置一个运行环境，拉取相应的代码，再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代码的更改。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创建拉取请求，查看 PR。刚才改动的代码就以一个 pull request 的形式提交到了 GitHub 仓库当中。我们可以点击这块的 change， 查看刚才的代码改动，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直接点击 submit， 添加一个提交信息，然后点击 submit， 然后把这个代码默指到主干上，点击默指。这样代码就修改完成了。回到 Codex 当中，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在 Cursor 当中打开。打开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分支，点击右上角的这块，找到拉取推送，选择同步，也可以按快捷键 Ctrl+T。这样远程的代码就拉取到了本地，然后我们再在本地测试一下。我们发现它已经把蓝峰竹林标记为了最推荐。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Codex 的云端运行，并且把代码同步到了本地的操作。Codex 的云端环境是可以用手机打开的，我觉得它最适合的工作场景就是，比如我们出门在外面，手头没有电脑，让它使用云端运行环境完成工作，我们只需要在手机上进行审批就可以了。我们每次和 AI 在聊天窗口当中对话的时候，是需要占用上下文的空间的。当我们觉得上下文的空间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聊天窗口当中输入斜杠，然后找到压缩，这块它提示我这个上下文已经使用了 34%， 我点击压缩，它就会对上下文进行一个压缩。压缩完之后，我们的上下文空间就节省出来了。但是在 AI 编程的领域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清除大于压缩。所以我们每次在一个聊天窗口当中，只让 AI 帮我们完成一个很小的工作量。如果我们需要让 AI 完成另一个工作的时候，就需要开启新的对话。但是我们每次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上下文。AI 完全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进行过什么样的对话，甚至对于整个项目的记忆都是空白的。当项目变得复杂之后，每次对话都要重新给交代一遍项目的背景，或者让他自己读代码，自己摸索。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工作方式。接下来我要介绍两种 Codex 增加记忆系统的方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式，就是在项目的根目录下创建一个 agentsmd 文件。这个文件有助于帮助 AI 快速地理解项目。比如我在这里告诉他，我叫嘉兴，只专注一件事，科技如何真正改变生活，保存。我们回到 Codex， 新开一个对话窗口，在对话窗口当中问一下他，可以看到他准确地回答出来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编写.md 文件比较麻烦的话，我们也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生成。比如我告诉他，通读当前文件夹，把你学到的关于项目的信息保存到 agents.md 文件里面，用中文写，要格式清晰，发送给他。他就会开始扫描项目的结构和关键文件。当他扫描完成之后，就会开始编写 agent.md 文件。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我们点开看一下。所以后续当我们开启新的对话的时候， Codex 就会自动的获取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他更快速的上手项目。所以对于复杂项目来说，这个 agents.md 是必须要写的。由于我们把 agent.md 是放在了这个项目的根目录下，所以它只对当前的项目生效。 Codex 为我们还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可以编写全局的 agents.md， 对这台电脑上所有的项目生效。我们回到 Codex 的设置里，点击左侧的个性化，在这个自定义指令当中编辑的就是全局的 agents.md， 也就是对所有的项目都生效。最近我看到一些朋友说 Codex 有时候编写命令失误，把自己的整个硬盘都删除了，所以我一般都会加上这么一个全局的指令提示词。
让它禁止批量删除文件或者是目录。如果需要删除文件的时候，只一次性删除一个明确路径的文件。如果需要批量操作的时候，应停止操作，并向用户请求让用户手动删除，点击保存。我们可以打开访达，在用户目录下的点 Codex 文件夹下就新建了一个 agent.md， 这个里面保存的就是我们刚才编辑的全局的指令。我们在 Codex 的左侧侧边栏点击插件，这里可以看到有2个功能，一个是插件，一个是技能。我们先来看插件。接下来我用一个例子来演示一下插件的使用。我们先来安装一个 GitHub 插件，然后再安装一个 Gmail 的插件。当谷歌邮箱连接成功之后，我们点击新的对话，输入斜杠，调用 GitHub 插件，帮我看一下有哪些开源项目。再唤起 Gmail 的插件，用我的账户发邮件给我做一个摘要，点击发送。当它帮我们处理好之后，显示邮件已经发送。我们打开谷歌邮箱看一下，在 Gmail 邮箱里头就可以看到这封给我发的邮件了，里面有对我的项目的详细简介，有哪些项目，分别是什么状态。接下来我想每周都运行一下这个任务，来观察我这仓库里头的项目摘要。我跟 Codex 说，你把上述工作做成一个自动化，每周一上午10点都给我发邮件。这个自动化任务就创建好了。我们可以在左侧的列表当中找到自动化，点击进来，这里就显示刚才的一个自动化任务，可以点击这个小铅笔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辑。比如我可以给它更改到周5，还可以更改它的模型。一般这种比较简单的自动化任务，我们就选这种 mini 模型就行了。再来测试一下，点击立即运行。Codex 还有一点非常的好，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积累了经验，它会把经验写成这么一个 memory.md 文件，用来帮助下一次自动化执行。这个定时任务功能配合浏览器的自动化，还有 Mac 电脑的 Computer Use 玩法就更多了。我们在右上角点击这个小三角，点击手动创建。比如我可以让它用 macOS 的 Computer Use 把今天 Telegram 上的今日聊天记录汇总成日报发送给某某某，也可以让它用内置的浏览器打开哪个网站，然后点击签到按钮进行签到。这些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打造各种好玩的玩法。本章节我们将介绍3种 Codex 的技能安装方法，分别是官方的 Skills、第三方的 Skills， 还有自己编写 Skills。 在 Codex 的插件跟技能里是都可以找到官方的相应的技能的，但是 Codex 的官方技能分类有一点怪，因为有些插件本身其实就包含了一个技能。比如我们看这个 Remotion， 它里面只包含了这一个技能，理论上来说它可以是技能，但是它又归到了插件里面。我们先把这个 Remotion 安装一下。我在项目目录里头新建了一个空的文件夹，用来做 Remotion 的项目。在 Codex 中项目这块点击右侧使用现有文件夹，把这个文件夹导进来，然后在对话框中用斜杠找到刚才的 Remotion， 给它一段提示词，写一个5秒的卡通搞笑视频，是一个猫打哈欠突然被吓到了，输出格式为 MP4， 点击提交，它就会开始给我们按照提示词来生成。Codex 帮我们交付了一个完整的视频，我们来打开它。这样我们就调用了 Remotion 官方的技能，为我们生成了一个完整的视频。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方 Skills 的案例。这是我在 GitHub 上找的一个生成 PPT 的 Skill， 直接把这个 GitHub 的链接复制下来。我们在访达当中新建一个 PPT Tag 的项目目录，在 Codex 当中导入这个目录，在聊天窗口当中告诉它安装这个 Skill。 接下来它就开始给我们进行安装流程。好了，它已经帮我们安装成功了，它提示我们需要重启才能让 Skill 生效。
重启完成之后，回到刚才安装的这个聊天窗口，在对话当中告诉他斜杠找到刚才安装的 Scale PPT Master， 告诉他用这个技能制作一份科普风格的 PPT， 主题风格要求如下，我们发给他。当他生成完了之后，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效果非常的不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3种使用 Scales 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自己创建一个 Scale。嘉兴作为一个技术视频博主，经常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把我做的视频转换成图文笔记。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视频和对应的字幕，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视频和这个字幕转换成对应的笔记。我新建了一个 Video Markdown 的目录文件夹，在 Codex 当中把这个目录文件夹导进来，在聊天窗口当中输入斜杠，找到 Scale Creator， 告诉他请帮我创建一个 Codex Scale， 名称为这个，功能是用户提供一个视频文件和一个字幕文件，帮我们把这个视频和字幕文件转成对应的 Markdown， 格式如下，我发送给他。这相当于是一份完整的工作流，我把它做成一个 Scale 之后，后续如果遇到类似的工作，我就能调用这个 Scale， 让 Codex 帮我处理。这个时候技能就帮我们创建好了，我们来使用一下。先把准备好的字幕和视频放到对应的目录文件夹下，回到 Codex 当中，在聊天窗口输入斜杠，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技能，告诉他视频和字幕已准备，帮我转发。他就会帮我们在当前项目里头找视频和对应的文件，确认后直接生成对应的笔记。过了一会儿之后，笔记已经帮我们转成功了。我们打开它，点击打开方式，我选用 Cursor 打开。打开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预览，它按章节内容都给我们总结好了，并且配了相应的图片，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内容，叫做电脑的自动化。到了这里我们就不编程了，我们让 Codex 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先找到 Codex 的插件，找到 Computer Use， 点击一下安装。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新开一个绘画。我们在聊天窗口当中输入斜杠，找到 Computer Use， 告诉他你打开聊天工具 Telegram， 找到 Tom 并发送你好。它会弹窗提示我们是否允许使用 Telegram， 点击允许。它提示我们发送消息是属于第三方的通讯操作，需要你来确认。我们输入确认，点击发送。接着它就提示我们已经发送成功了。我们打开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把你好发送给了 Tom 机器人，非常的好。接着我们再来做一个复杂的内容，我让它调用浏览器打开这个网站，把里面最受欢迎的前5个电影做个中文版的简报发送给 Tom。Codex 会调用内置的浏览器来访问这个网站，当他查看完了之后，会告诉我们已经查到了这个网站当中电影排行榜前5的电影，提示我们发送 Telegram 消息属于第三方的实际通信操作，问我们是否要确认发送。我们回复确认。Computer Use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因为它使用了一个虚拟鼠标，在后台自动运行，没有占用我当前的窗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帮我们发送成功了。Codex 里也提醒我们已经发送成功。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个流程进行自动化。我说很好，你把以上的流程做成一个自动化，然后每天晚上9点的时候都发一个简报给 Tom， 他就会把上面的流程给我们总结成一个自动化的脚本。我们可以从左侧列表的自动化页找到它，在里面也可以进行编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用 Codex 的自动化的功能，最好我们在设置里头开启这个防止休眠的按钮。觉得有用的话，大家可以给我点赞关注，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嘉欣，下期我们不见不散。